朋友们好，欢迎来到逸轩阁牡丹专栏课堂。今天这节课，我们一起来画一幅富贵双寿图。我们可以准备好4尺3开的纸张，或者是3尺束幅。现在呢，我把这个画面准备好，我目前用的是4尺3开的。第一步，我们先准备好太白色。接下来，我们再准备玫瑰、曙红、胭脂。首先，我们把纸张的这个花光位置打好之后，现在我们就来拿这个调成个底色。来，我们现在你看，把这个主花冠，然后主次关系给它摆明了上边呢也要有这一部分，我们来画鸟，然后上面来一朵牡丹，再来一朵小的，整体画面上我们要给它的遮挡关系呀、主次变化呀，给它表现出来。我们布局花头的时候要小心，尽量能破的地方就要给它破开。这时候我毛笔去蘸水，蘸了水过来我现在准备调点底色，太白和三青。这时候我们看清楚如何来调色，这个三青色不宜加的过多让这个白里面透着一丁点蓝就可以。调色的时候一定要有耐心，把这个颜色调匀调透，多余的水分呢我们刮掉。现在我把笔根处的清水给它吸掉，这时候朋友们吸掉之后就会发现毛笔明显的水分不是过大，我们要检查一下自己的毛笔先才开始过渡上一层淡淡的玫瑰色因为我们主角也不是玫瑰色所以说调完颜色之后，笔尖再加点这个曙红。好，我们再往下你看一下自己毛笔上水分大不大，要是大了，提前我们就给它吸掉我们现在呢把镜头拉近来转过来，一方便呢有的朋友们在电脑上看，我们看的更顺一些。现在我们来画出这个主花头，提前你要想好在这个位置比例内画花冠，你是想画的花心朝上一点还是朝正中一点？好，我们画出了第一个花瓣，旁边再补2小瓣，一瓣大一瓣小你要观察你这个掌握的水分是不是太大如果说太大的话，我们呢就要马上去调整。你试2笔之后，你感觉这个色度不给力的话，你就需要控水，笔尖再加重颜色，重新来调一下不要说是只管往下画，看见水大还要往下画，那我们如何来给它表现立体感呢？所以说我们画的时候要静心。你看，我们可以在下面呢再给它画上一半把这种比较平的画面感给它破开。现在我们接着再往下来，这个时候你看，我有时候会稍稍的捻动一丁点的毛笔，你要是颜色调的过稀的话，这一点这个小动作会有帮助咱们呢很好的运笔你这个时候想让花心包起来的话，我们呢就要调整花瓣的方向一笔一笔转过来水分呢一定要控制好。才开始虽然说你不用填花瓣，但是呢把水分控制好之后呢，这个干臭颜色也会非常的亮。现在我笔根补了颜色，笔尖呢我再来补上一些玫瑰水分呢一定要控制好不要说是太过于稀薄，
太过于稀薄的话，干了之后呢，颜色就会暗淡无色。笔尖这时候你再来加强一下，一定要把颜色调匀、调透。均匀两个字非常的重要。好，朋友们，我们再把下边的层次给它打一下。这个时候你画的要让它们穿插错位。看，我们运笔过来，然后呢，让这些花瓣有大有小，给起错开。你看这下面这个大花瓣画的就比较粗比较厚。然后我们在下面添几个花瓣之后呢，一会儿再加点重色把它整个开始第二步了第二步就是填充。好，我们接着再来看看哪个地方需要调整的。你看着过圆的地方是吧？只要不超过这个范围，你就可以再给它加上几瓣。接下来我们呢就开始来填。那我重新再加强一下笔尖然后我们不要加上太多的水，来把这些缝隙来画一下。这个我们一定切记水分呢不宜过大，因为在这个初学的朋友们当中在练习的时候就大量的用水，少量的用色它就会导致来回的晕染，层次就不加明显了。好，我们还是调上玫瑰、曙红，然后呢，我们笔上再挂一点水分控制好。这时候你要用小笔触了，毛笔的前面这一丁点朋友们就不要用大笔触，也就是把毛笔调的颜色很高，往下压，肯定我们画出的是大花瓣。你这时候是边调边向外画弧要有耐心。这个时候学会控水，一笔一笔的把你想表达的这个层次给它表现出来。对，比较细心的朋友们已经发现，我们呢现在以中锋运笔开始画弧中侧锋小笔触，光在后面呢笔尖处加色，并没有说是又去调这个白又去调色，因为这些小笔触是不需要把这个大笔全部给它用上去的。好，我呢现在一直都没去补笔根的水，因为上面呢颜色够用，这水分呢还稍稍的会往下流，你呢就在笔尖处补色就可以了。这样的话，稠度在这儿就立体然后我们向外再运笔，围绕着原来这个咱们打的侧面花瓣咱就把外围也填充一下可以向上推笔。当然啦，我们外围这个侧面花瓣呢，也需要稍稍的打一个弧度。对，我们要明白为什么笔尖要去蘸色。好，我们现在再往下，把这里面是吧翻瓣的旁边都可以补两笔。你补上之后呢，对我们毛笔上水分够用的话，笔尖你不断补色过渡均匀，你就会发现呢，这个花瓣的层次感越来越好层层叠叠的上面呢我们让它润，下面让它立体。你看我们画了一大晌了，这个时候你要感觉哎呀笔尖有点花了，你可以去洗一下笔尖呢。你看我们端个盆儿，在这水里头把这笔尖一洗，又重新它挂了水，我们上面的白就让它留在上面，下面呢我们慢慢的不断补充颜色，这样的话层次感还是很好的。慢慢这水分呢和上面的白一融合这色度变得就柔和起来了。所以说整个画面感呢花头又润然后呢又立体。
对，我们现在呢，往下再来加大瓣了，因为我们想啊，把这个牡丹花冠呢，慢慢的把它拉开啊。你看，我们把它拉开之后啊，这个时候呀，你就会发现呢，如果咱们填满之后呢，花头开的还可以啊，就是说没有咱们心中想象的那种大气感，是吧？就是把整个花头释放开，特别激情那种感觉。那么我们就需要再做调整，再加大瓣儿，而且呢要把这个花瓣要给它加大。加大的时候，你的毛笔呢笔触呢就要往下压，因为你想画大花瓣啊，是吧？我们就要把这个毛笔往下压小笔触画小花瓣，大笔触画大花瓣。你看现在我们画的下面跟个瓣儿似的。在这个我们再来添一个，看下面的大花瓣，如果说你想让颜色到位的话，我们刚才不是笔尖去补水了吗？补水了，这个水分有，然后你慢慢的一过渡好，下面的花瓣颜色呢就会慢慢的变重。你看你笔肚侧锋向下压这个才开始学的时候一定要有耐心。慢慢的给它画好。接下来这一部分呢，我们需要慢慢的给它调整过来，对，让它出现些没有翻卷的花瓣。这一部分呢，我们还是有待我们去整理。也就是说，先开始我们不要画的太满，慢慢的就可以给它做个调整。那接着我们把上面这一块补了之后，再说下面的问题啊。过来，然后呢，你想起层的，还可以在这里再起个层次。好，如果说你想添上边这一部分呢，毛笔颜色又重又有胭脂，那么你就洗掉。每次都是这样。画完重色之后，你想画淡色，毛笔上有残留，那么你就需要把它洗掉。我们再来笔肚蘸上太白就是我们调好的太白和三青混到一起的颜色。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拿它当成个底色。下面呢，我们再来进行添加。这个呢，就是玫瑰牡丹，玫瑰色、牡丹色。上面呢，接着我们来补充一下，过来控制好水分。看见空隙，我们这一步呢，就是需要来填。跑过来然后呢，你看看这整体它比较平，我们看看有些地方是不是需要来处理一下。好，接着呢就需要再来添加颜色。看这些小细节，我们都可以来多画出一个层次。下面如果说你感觉空隙较大，你呢可以拿笔，在这里这个地方呢，再来给它添加一个花瓣然后把这种比较规则的感觉给它打破开。这一部分呢，我们也是可以给它稍稍的做个调整。现在呢，我们再来把花心这一部分来处理一下，慢慢的让它释放开，不要收的
太过于紧。下面这一步咱们已经画好之后呢，我们再把花心这一部分来填一下。这个时候你就观察这个花头，好比说你想给它加一些这个淡色来过渡的话，那么毛笔就来蘸上你调好的这种白色。当然了，毛笔你需要另换一根，或者是说把原来的给它洗掉。笔尖加一点点淡颜色。看看我们根据情况，在合适的位置加上淡颜色的花瓣。这一步画完之后呢，我们再来进行添加边上这个我们再画出一个红色的花冠。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盘子里有色然后呢看这过来了，我们可以调理点玫瑰，然后打个底。现在呢我们来加上曙红把这个玫瑰色打个底。由于它里面有太白，它和玫瑰色一相衬我们再来画的时候呀，它就会发现就会呈现出一个粉色的这个边缘处，然后呢白色一衬这个曙红呢，它也会显得比较亮。曙红上来了，胭脂我们也要给它添上去。下边我们开始运笔，侧锋画出牡丹的花瓣走。颜色当然我们一定要给它调好。我们再来往下翻。再增加一些曙红，颜色一定要调稠
胭脂要调匀调透。我们再往下走，拐过来，笔尖加上胭脂，拐上去。慢慢的来封口，接着呢，让这花瓣啊外围给它释放开。当然了，我们画的时候要把这个弧度啊给它画上去。看，走，看，就打个框架。再来重新调上颜色。你要是画大花瓣，你的毛笔颜色你就调高一点。如果说小瓣啊，你在笔尖这一块调就可以了啊。然后咱们顺着里面，就这样一层一层的，笔尖一定要挂上胭脂，不然的话你打层的时候呀，它就不太明显。好，现在侧锋向外。你的笔肚越向下压，那么花瓣就越大。我们肯定在这上面要画些大花瓣、小花瓣，不然的话，这个花的动感呢就表现不出来。如果说花瓣一样的话，看一下我们这个大花瓣用两笔来画成，你是可以拼凑啊，因为我们在这个添加花瓣的时候，你就正好呢就把花瓣的皱褶感也给它表现出来了，这不是一举两得吗？现在旁边接着呢，我们再来添加，看看哪个地方不太协调了，就去改一下，慢慢的一笔一笔的推上来。如果说我们水分过大的话，你这个干之后啊，水分一挥发，剩下一丁点的颜料，肯定它就没颜色。这一点我们要注意到。笔尖我们挂上胭脂，如果说你还想让这里面起层的话，你也可以在胭脂里就点一丁点的墨汁，然后呢，在胭脂这一部分呢，给它调到一起去。这样的话，它会显得比较稠，也不至于说是加上墨之后呢，它过渡的不太均匀。好，我们再往这儿往外添加，好，一个大花瓣。然后旁边这一块呢，我们再来重新来调。毛笔你要是感觉画不动了，你拿笔就搓动一下，搓动一下这个笔尖。现在呢，我们看看啊，咱把这个口处这一部分收拾好，咱们呢在上面呢再加几个大花瓣就来给它破开。
对，这花心这一部分呢，我们就安排在这个地方啊。我们在这儿加个大花瓣啊，就是感觉它前面比较平了，哎，我们就通过这种方式啊，外加一个大瓣儿，它看起来呀，就把当时这种比较平的画面感给它破开了。好，我现在呀蘸上胭脂色，笔尖呢，哎，我们来把这个蕊呀，给它从中间这一块啊分开，让这个瓷蕊呀精致一些。然后呢，整体下来呀，看出就比较细腻。你看，像下边这个大红花这儿，我又挑了一些胭脂加墨。刚才咱们不是加着墨汁吗？哎，这样一打，它的这个心部的结构啊，就会更加的暗。那么我们到时候一看，是吧？它的立体感呢，就被咱们呢通过晕笔加重颜色给它表现出来了。我现在用这小毛笔呀，点上三青色把下面这一个它的瓷蕊也给它画上去。朋友们点蕊的时候也是要小心一点，尽量不要点的过于细小，最起码它的气势得和这个花冠呢得匹配起来。把这两个画完之后我们看看这个整体效果，对吧？上面这一块画鸟然后上面有个花头花骨朵，咱把这一块来再加个花骨朵，给它破开。好，我把镜头再给它扭过来。看我现在呀，用了粉色的底，加上曙红，加上胭脂色。那么我们接着来把这个花骨朵呀，也是来给它补充完整。既然我们画花骨朵呢，也是让这个花瓣的柔和度慢慢的也是给它过渡好。